好，你好，人类好，我不是 Miki。你猜到我是谁了吗？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我跟 Miki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Miki 说，他最近实在是创意大爆发，写作灵感源源不绝啦。恭喜恭喜啊，多亏本小姐，她才有办法重拾信心吧。于是由 Miki 主笔，我作为辅助，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次的故事比我们之前写过最有趣的故事还要有趣，等你准备好，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的 MA180。他是一个有名的歌手，每次上台都要戴着一头蓬松乱发的假发，用嗓音高亢的歌声炒热气氛。他不在乎自己发福了还是大步走路，称之为真性情。他的歌迷都很爱他，认为他是一个源头打击、精准打击的音乐天才。他的艺名就叫精准打击。精准打击有一个秘密，在他的假发底下，他的头皮长满了像面泡的流脓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下面慢慢长大，让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也不敢去看医生，他只能冒着汗珠，忍受着疼痛和恶臭，每天用更厚的假发来遮掩。有一天，他在演唱会上唱到一半，正在炒热气氛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头皮上有东西动了，他吓得发抖，赶快跑下台去换衣服。他拿起假发想要摘下来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动弹。原来那些东西已经长出了触手，在假发和头皮之间牢牢地抓住了他。他惊恐地发现自己拿不下假发，吓得深吸一口气。就在这时，那些东西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在假发里面对话。我们终于成功了。是啊，我们花了好多年才找到合适的寄主，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吞噬这个人类的大脑了。等等，你听到什么吗？好像有人在外面敲门，快点把门关上。可是门上没有把手啊。就在这时，门被打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位保安人员，手里拿着一张纸。先生，您还好吗？您怎么突然跑下台去了？保安人员看到他的样子，惊呆了。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毛茸茸的假发，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保安人员以为自己看错了，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些东西竟然是青毛狮子怪。它有2颗头，长着尖牙和利爪，眼睛射出金光，正在假发里面互相交谈。保安人员觉得自己快要晕过去了，他想要转身逃跑，但是已经太晚了。青毛狮子怪察觉自己被发现了，立刻从假发里面冲出来，向保安人员扑去。保安人员只来得及放下手中的纸张，就被青毛狮子怪撕成碎片。纸张上写着促销中，今天只要买1送1，快来购买最新款式的假发吧，保证让你变得更帅更美。而此时，在演唱会场外，有许多粉丝正在等待他回归舞台。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其中一位粉丝拿出手机，在 YouTube 上搜寻他的名字，他想要听听他以前的歌曲，消磨时间。他看到了一个标题很吸引人的影片，点进去一看，竟然是他的假发广告。影片中，他戴着不同颜色和款式的假发，对着镜头说，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头发太少、太细、太前躁？你是否想要拥有更丰盈、更亮丽、更柔顺的秀发？那就快来购买我推荐的假发吧。这些假发都是用最优质的材料制作，非常舒适和自然，而且它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和场合，随时改变颜色和造型。你只要按一下假发上的按钮，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风格，不管是红色、蓝色、绿色，或是长短、直卷、马尾，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变换。这些假发不仅能让你变得更美更帅，还能让你感受到无限的乐趣和惊喜。所以别再犹豫了，现在就去购买吧，只要今天下单，就可以享受买1送1的优惠，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快点行动吧。粉丝看完影片后觉得很好笑，他觉得他在广告里面表现得很夸张和做作。他想，他怎么会接这种烂广告呢？难道他真的需要钱吗？还是他被什么人勒索了？他决定在影片下面留言，亲爱的精准打击，他的名字，我是你的粉丝之一，我在等待你的回归舞台，但无聊的在 YouTube 上搜寻你的名字，结果看到了你的假发广告，我不得不说，
你在影片中的表现有些夸张和做作，让我觉得很好笑。不过，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原因接下这个广告。如果你真的需要钱，我可以帮你一些，毕竟你的音乐是我们粉丝生命中的重要一部分。如果你被勒索了，请勇敢地站出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支持你。希望你能尽快回到舞台上，继续带给我们美妙的音乐。这位粉丝留言后，被其他粉丝看到了，其他粉丝又去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相似的留言，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大家都希望能够帮助精准打击解决问题，让他能够专注于音乐事业上。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留言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许多粉丝纷纷在留言区回应，表达自己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有很多人开始讨论起假发广告的真正目的和幕后黑手。一些媒体甚至开始报道这件事情，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但是我们别忘了，后台的惊魂戏还没结束。精准打击先生这个有点发福的歌手，正在与青毛狮子怪进行生死搏斗。当粉丝们继续关注假发广告的真正目的和幕后黑手时，精准打击先生却陷入了危机之中。青毛狮子怪是一个极具攻击性的怪物，它的攻击力惊人，精准打击先生照理来说是无法应付的。但是他突发奇想，尝试使用自己的歌唱和跳舞技巧来对付看看，果然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效果。在这个危急时刻，精准打击先生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粉丝们，他知道自己在音乐事业上的成功是来自于粉丝们的支持和鼓励，于是他开始在脑海中想象自己的歌迷，想象他们在场外为他加油打气。这股力量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开始用自己的音乐和舞蹈技巧向怪物发动攻击，就像在练武士一样。精准打击先生突然发现，尽管不太可能，但是他的音乐和舞蹈似乎能够打破怪物的防御，并且逐渐占据上风。最终，青毛狮子怪从后台逃了出去。我成功了，精准打击先生说，我击败了怪物。他成功解决了他人生中最可怕的一场生命危机。不过，旁边被撕成碎片的保安人员可不这么想。与此同时，他的粉丝们正不断关注着假发广告事件的进展，他们开始低着头，在社交平台上聚集，发表意见。当精准打击先生兴奋地走回舞台，准备接受观众的掌声和欢呼时，他发现舞台四周空无一人。原来，在他重新整装上台的过程中，所有的观众都已经逃离了现场，甚至连主办方和工作人员也没有留下，只有一些残留的血迹和碎片，证明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精准打击先生在舞台上走来走去，感到一阵失落和困惑。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的一声吼叫。青毛狮子怪并没有真正逃走，而是在旁边的休息区休息了一会儿，重新恢复体力和气势。他再次向精准打击先生发起攻击，意图结束这场战斗。精准打击先生惊恐地转身，接着尝试往台下滚动。他想要找到出口或者任何武器，但是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舞台上，身边没有任何可以帮助他的东西。幸好这里还有这个，他只能拿起自己的备用假发，试图用它来阻挡怪物的爪子和牙齿。就在精准打击先生跟怪物搏斗的时候，他的所属事务所的公关单位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对精准打击先生的声誉和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决定代替他赶快公开道歉，并积极取行动挽救局面。他们以精准打击先生的名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公开道歉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当行为，向所有受害者道歉。同时，他表示将捐出一部分收益支援性侵受害者的组织，并积极参与相关的社会公益活动。许多粉丝纷纷表示支持和理解，也有些人对他表示失望和怀疑。与此同时，精准打击先生正被那怪物咬着他大腿内侧最稚嫩的地方，他发出一阵惨叫。我的 Mickey 啊，你为什么要咬这里啊？他问道。我的 Mickey 啊，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他感到困惑不解。同时间，公关单位为了精准打击先生的声誉和事业，表示他将会参与多个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并
并在音乐和舞蹈上持续精进和创新，势必让失望的粉丝们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继续支持他的音乐和事业。还说，虽然他曾经犯下错误和付出代价，但精准打击先生始终没有放弃，他将继续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并成为更好的人和艺术家。同一时间，精准打击先生把一顶备用假发塞进了青毛狮子怪的鼻孔里。虽然这个怪物有2颗头，但是只有一个鼻孔，没错。因此，当他把假发塞进去之后，怪物就窒息了。我果然是精准打击啊，他说道。精准打击先生成功的让青毛狮子怪窒息而死，他兴奋地跳了起来。他以为他终于可以安全地离开这里，带着正常的头皮回到自己的音乐事业上。然而，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警笛声和喇叭声。原来，在他和怪物对决的期间，有人报了警，警方和消防队伍赶到了现场。他们看到了舞台上的血腥场面，以及精准打击先生手里拿着假发的模样，误以为他是杀害保安人员和观众的手，并且想用这么多顶假发掩饰自己的身份。精准打击先生试图解释自己是无辜的，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他被警方拘捕了起来，并且被带到了法院受审。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青毛狮子怪的存在，因为那怪物死后化成了一滩水，也没有任何目击者能够为他作证，因为那些粉丝只顾着逃亡。精准打击先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与此同时，公关单位立刻出来澄清，精准打击先生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无关。那些公开道歉算什么呢？一些粉丝提出质疑，他竟然是一个杀人犯，这比广告不实还可怕。在监狱里，精准打击先生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和信心，他只能用自己剩下的假发来安抚自己。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每天晚上，当其他囚犯都睡着了之后，他就会偷偷地唱着歌，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次回到舞台上。终于，在事发的几个月后，有一位粉丝站出来了。那个粉丝就是当初第一个对广告发布留言的粉丝。他因为看到怪物伤害人的画面受到太大的震撼，一直在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他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他手上也握有怪物伤人的影片证据。因此，法院重新进行判决。精准打击先生被证明是无罪的，并且获得了自由。他感激地向那位粉丝道谢，并且邀请他成为他的特别嘉宾，参加他即将举办的复出演唱会。在演唱会上，精准打击先生用他最好的音乐和舞蹈来感动观众。他也向大家说明了自己遭遇的一切，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原谅了假发广告公司和青毛狮子怪。他说，这些都是上天给他的考验和成长，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的梦想和生命。他还特别感谢了那位救了他一命的粉丝，并且送给他一顶全新的假发。这顶假发非常闪亮，那位粉丝非常开心，也非常欣赏精准打击先生的勇气和才华。就在演唱会即将结束时，精准打击先生突然向那位粉丝求婚。他说，他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让他重新找回信心和希望的人。如果没有他，他可能早就死在监狱里了。因此，他想要用自己下半辈子的时间来陪伴他，让他快乐幸福。那位粉丝被感动得哭了起来，他接受了精准打击先生的求婚，观众们也都为他们鼓掌祝福。就在这时，舞台两边突然放出了五彩斑斓的烟火，原来这是假发广告公司为了弥补过错而安排的惊喜。他们在空中拼出了恭喜精准打击先生和我爱你的字样。故事到此结束。这个故事有趣吗？我觉得太有趣了，所以我一度想继续看下去，不过还是结束了耶。如果你因为这个荒谬故事笑坏了的话，都是 Miki 的错，因为这就是他创作的风格。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别忘了帮如此美丽动人的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影片更新。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